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辩论会的特别报告。我们马上要介绍的是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位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智强，大家好，以及我们耶鲁真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资深媒体人谢涵斌，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这一场整场辩论下来之后，大家一定现在最想听的，如果您刚听完了整场之后，最想了解的就是到底这三个人的表现如何。因为其实呢，在进入辩论会之前，当然大家对他们有所期待，但这个期待值今天是不是表现的如预期般亮眼？我们先请亮哥点评。这个辩论确实是跟预期在比啦，那如果人家对你预期没那么高，你平顺，那这样就没事了啊。那侯友宜今天是非常明显比预期要高很多啊。那因为辩论不是比三个人谁讲得好，因为大家本来就知道柯 P 口才好啊，那个反应也很快啊。那赖清德就是善于做大部头的演讲嘛，那侯友宜就是我认为他是一次一次，那这次刚好累积出他讲的最好的时候，尤其是结论啊，我觉得他结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演讲啊，所以我认为对侯友宜是一个加分啦。那其他两位其实跟预期差不多啊。那柯文哲有点可惜啊，他的结论啊，因为他的主轴是这个新政治对旧政治嘛，对。那他应该把那个对新政治的期待感把它拉高一点啊。他最后讲的有点有气无力了，好像在念稿，这有点可惜啊。那个三个人的起头式啊，你就看出来他们想讲什么啊。那清德事实上一开始就去定调了，说啊，侯友宜你讲的都是考古题了啊，他就讲三大考古题嘛。我觉得这个就很争议了啊。第一个叫9·2共识，是，然后第二个叫重启服贸，那第三个叫超越核电啊，就是要核电，要核电。那赖清德认为这三个问题他们都已经超越了，有超越吗？你两个问题现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你不要9·2共识，那请问你要什么呢？是。那重启服贸，台湾的服务业真的是很烂啊。那你 ECFA 要不要继续谈下去呢？服贸是 ECFA 的一部分那赖清德认为这个他们都已经超越了啊，台湾已经走到新时代了。是，事实上两岸的僵局还在啊。然后他说民进党已经超越核电了，没有啊，没有超越核电啊，因为你的绿灯只有10G啊。这个部分事实上侯友宜没有好好追及啦，这有点可惜了啦。就是说你在说我讲考古题，事实上是因为你根本没有超越啊，你这边自嗨啦啊。那这个开始申论的时候，侯友宜强调的是那个10大施政嘛，就是说民进党做得很差啦，然后他就条列啊，基本上讲那个民进党做得不好啊，那这里他就可以跟那个柯文哲相得益彰了。因为他们都是在野党嘛，那侯友宜事实上可是后来因为赖清德就跟侯友宜他们就纠结在一些我认为是一个争议点上了，他们的争点大概有几个啊，那我认为有擦出一些火花了，蛮不错的啦。是，第一个就是蔡英文路线，什么叫蔡英文路线啊？那我觉得那个柯文哲讲的最直接了，他说除了那个外交之外啊，然后你那个两岸跟内政都做得乱七八糟嘛，他直接这样讲。侯友宜讲的更彻底，他说你外交就断了9个邦交国啊，是，那两岸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连外交都有问题啊。然后另外就是台独啊，在辩论台独啦啊。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明天一定会有很多人讨论啦。是，实际上今天可能就开始了，就是他一直在讲什么不是护国神山呐，然后说你这个是走这个旧的道路啦，然后会导致灾难呐，等等等啊。这个我认为赖清德会大失分呐，未来的10几天一定会被抓着打。就被锁在这里的话，对他不是好事。好，那我们就要想要请问了，在今天在这样，刚刚亮哥也提到了，其实大家呢本来啦预期在辩论会上，侯友宜他会不会其实呢，在因为口才上面大家对他的印象来说，不过给那里总不用台语讲，
其实听起来也还蛮能够接地气，能够让人家听得下去的。但是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这个柯文哲其实在今天他在辩论会上头，他就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因为在10大施政的这个部分，在野党呢基本上都很在意的，就是跟疫情期间有关的高端疫苗，特别是柯文哲提出来，他说：“我是医生。”赖清德，你也是医生，你真的从头到尾一点疑问都没有吗？先听原话。作为医师，高端疫苗，你真的同意吗？别人我不会怪他，我会问你，因为你是医生。为了高端疫苗挡 BNT， 你同意吗？高端疫苗要封存30年的采购合约，你同意吗？当时提供给立委审阅的重要项目全部涂黑，这就是民进党的公开透明吗？你如果认为高端有问题，你是医师啊，你可以提出到底问题在哪里，移送检方去办。就我所知道，目前各地方检举的62个案子，检调单位都已经查明完毕，并没有任何弊端出现。你如果还有进一步的证据，我鼓励你不要停止，待会离开的时候就马上去地检署按铃控告。另外，合约的部分，我赞成应该要公开了。为什么？因为高端他们的价格已经公布了，立法院也已经调阅过，监察院也已经审议过了，所以这个时候把这个合约公开，我认为人民有知道的权利，而且也可以避免不断的恶意的攻击。好，现在呢，赖清德他讲了，你要是要公开，我赞成啊，合约我赞成公开。但我们也想问阿青曼，你不是副总统吗？你们不执政党吗？那为什么现在一直不愿意公开？立法院人家想看，你也不给人家看。好啦，所以呢，马上侯友宜他就直接这一题讲说，那你去问人民吗？人民的感受是怎么样啊？你好意思？我不好意思说啦，封城30年，我当总统，我来解密。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在目前真的所有的疑惑都解开了吗？好像没有，因为今天上午的一个最新的记者会，这个是呢要选立委的廖伟翔在台中这边呢，他们公布的一个说是在高端里面董事会会议的音档，这录音档里面呢，甚至连多少钱，然后呢里面说政府会议价到多少钱，清清楚楚，还传出笑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听听这个音档。政府如果讲说700块钱是一个政府期待的数字，我们就期待总经理去跟政府协商不能低于这个数字，这是错误的低于这个数字好，看到的这个是廖伟翔今天早上所开的记者会，他拿出了爆料音档，他强调里面是谁？里面是高端董事长张世忠、总经理陈灿坚，还有会计审计会的会议内容，里面就特别提到了高端的价格呢，其实本来应该是700块，但是他们讲说这个700块是政府期待的数字，总经理去协商，多出来的全部可以当做奖励，最后议价到881。如果说你真的去算，他说议价的部分全部拿到董事会分掉嘛，加上他这个政府签的500万剂的话，那是什么？那个是9亿多，我们就算的是这么高额的一个价差。好了，另一个部分，他们放话说温鬼啦，一定一路绿灯，政府不过他也伤脑筋，所以这个真的很稳。好，甚至呢还直接讲。安全是绝对没问题啦，但是效果，我们不敢保证。那要是没效怎么办？他甚至还讲到直接把抗原量增加，这一些讲话，现在让很多当时愿意当高端战士的人听到，真的是心里头不知作何感想。因为那个时候连2期试验都还没有通过。好，到目前为止，这些相关的争议，期待的是。相关单位能不能出来回应我们？而且回到前面，我们要请教彬哥了。在这一次的这个讨论上头，其实呢，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太多的疑惑、太多的问题，希望政府帮我们解答。但是当赖清德说都已经办了啊，62个案子就是查没有不法嘛，那这些你有问题，你马上去按铃控告啊。大家的感觉真的有得到解答吗？请教彬哥。首先，我要感谢今天3位候选人，让我当了1个半小时的薪水小偷，谢谢。然后我必须讲，赖清德这个回答根本本身就非常好笑。为什么好笑？你是现任的副总统哦，如果你真的赞成公开的话，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公开？你在干嘛？然后你是不是应该像你所说的见机履机，你在辩论会结束之后立刻回去把它公开？
你是现任的副总统啊，对不对？你立刻把它公开。是。可是赖清德，你忘记了吗？当初陈时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哦。当初陈时中说是因为合约规定不能公开，所以现在赖清德是要违反合约吗？还是你在告诉我之前陈时中在说谎？赖清德，你回答一下，你可以告诉我到底真相是什么？到底是能公开还是不能公开？是你们不愿意公开还是不能公开？我觉得这个东西赖清德必须要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都说要公开，请你马上公开。难道你身为一个副总统讲的话都没人理你吗？你是要告诉我这件事？你是民进党现在的党主席哦，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这就是标准的推脱支持，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刚刚那一段录音档其实证实了很多人过去一直以来的猜测。我记得汉庭也说过，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有接到朋友跟我们讲说高端股票可以买，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件事？然后说它会涨到一定的程度。那当时我们都觉得这个消息很奇怪，我们也都不敢买。结果后来它真的涨到那么高，涨到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那请问一下，现在这一段录音是不是证实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要提醒一下，你们陈灿坚的监写错了。不好意思。然后对，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重点他说政府完全知情哦，政府完全知情，而且政府期望在700块哦。政府为什么会期望一个民间公司的股价到什么样的位置？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政府不需要出来解释这一段话吗？但是我告诉你，民进党会怎么解释，然后这个陈灿坚他们会怎么解释，你知道吗？没有，就跟裴伟一样，告诉你我们胡说，我好笑。他一定会这样做，我给你100%。因为他们已经用这个讲过无数次了。每一次只要这种录音档被抓到之后，他就告诉你没有啦，我们开玩笑，我们胡说八道的，我骗人的，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他没办法脱罪啊。可是问题是，高端的股价确实就是这样上扬，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蔡英文总统在那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举动，就是国家不管出了什么杀人放火啊，什么天灾人祸啊，蔡英文都不出来。可是高端股价只要一下跌，蔡英文立刻开始直播。为什么？这是不是蔡英文主导的？就是要让高端的股价不断往上升。然后为什么一个国家会把疫苗这一种攸关人命的事情，你完全不确定它到底有没有功效，然后你就直接就答应要给它，让它上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疑问啊。请问一下赖清德，你有解释过这个东西吗？正常的我们都是为什么？我们当然要研发自己的疫苗，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确定我们的疫苗到底成不成功嘛，所以当然是先去洽购国外的疫苗。可是我们一开始洽购的方式就是预留空间给了我们自己国产疫苗，可是一个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东西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策？赖清德不需要出来说明清楚吗？是，所以我觉得高端的谜团真的非常非常多。随着这个录音档出来，我希望更多知情的人士，这个是关乎国家公益的事情，我希望你们更勇敢的站出来，告诉我们更多的真相。好，对于高端议题，真的人民想知道的太多了。现在这个音档出来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至少我们希望高端公司相关人在音档当中的那一些人，能不能出来告诉我们，这是不是真的是发生过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实情？那内容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谈。每一次选举前，我们都说，只有在这个时刻，你才有权利，或者是他才会真的很有诚意的回应你的问题。好，在这1年多的时间来，1-2年的时间来，到底大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政府到底有什么事实的真相没告诉我们？今天在辩论会上，大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高端疫苗的问题。结果赖清德怎么回应？赖清德的讲法是说，我鼓励你有问题的话不要停止，等一下离开，马上去按铃控告。合约的部分公开啊，怎么会不公开？我都赞成，甚至还说高端价格早就已经公布了。好，可是真的大家觉得有真相吗？因为今天呢，在国民党这个廖伟翔他们这边的爆料讲法就是3段音档里面呢，如果说真的都是为真的话，
他们说高端疫苗价格，他们知道政府的期待数字是700块钱，然后呢，他们还直接讲，溢价的部分通通拿去董事会分掉。好，如果用最后这个881的数字来算的话，500万剂，9亿多，差是9亿多，想请教强哥，你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我觉得这次的辩论我可以用这个4句话来形容啦。赖清德的策略：铁票4成后，赖皮赖到底，抗中保台牌一路打到底啦。你会发现这一场的辩论他也没有打算说服别人，他就是反正我就固守4成的这个基本交易派的票。所以你看里面他花很多时间，他在主攻或是他的侧翼媒体们攻的也都是两岸牌嘛。为什么呢？他就是只想打抗中保台牌的但你要看他赖皮的状况，你就看这个是经典的我们赖皮术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看柯文哲跟侯友宜都对高端疫苗都直接开炮，对不对？中间弊案那个疑云重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今天宣誓公开透明的民进党政府当年他在蔡英文选总统的时候，就是说要建构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结果疫苗封存30年。你看他现在回答2个重点啦，第一个说你觉得有问题就去告对不对？你去检察官告是。各位告有什么用呢？刚刚我们在休息时有讨论过，说光这3段录音溢价从700元到881元当时直接董事会跟你讲说这个700是政府期待数字，但我们去冲那往上要到基本上大家来做分红了然后呢，而且跟你讲一定会通过，高端疫苗一定会通过，一路绿灯，也不会让政府也不过，也会伤脑筋。然后第3段录音就是直接跟你摆烂它的效力，跟你摆烂哎呀，管你的没效，就反正始终都会打嘛好了，问题来了，检调怎么办？检调要办一定可以办的啦，怎么不能办？我跟各位讲我的经验，当初检调已经是射箭画靶，决定要把马英九办泄密的时候，我被约谈。你知道他是把我在所谓的泄密案期间那个期间所有的通联全部列出来一个一个通联问这个人为什么打给你，你为什么打给他，他打给你说了什么事情，你打给他说了什么事情，就此再去签那个对方，如果你讲了什么，对方进来再问说到底这个罗志祥打给你问你什么事情，然后你打给他问什么事情，就跟你对我只问嘛，董事会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今天检察官有做到这个强度吗？你有做到这个强度去今天把通联全部调出来吗？人事实地物全部问说，你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刚好打了哪些电话，打了哪些通电话，跟谁通话，那中间的通话是什么？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人的人脉跟政府官联度是什么？你有没有去查？你有没有这个强度去查？当你不去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结束了嘛。我常在讲，民进党正式上台检察官就变成他剑跟盾。是什么叫剑？什么叫盾？剑就是徐小新20元寿面，剑就出来杀徐小新砍该死20元寿面会选，然后呢，赖清德100元便当变成一面盾，没事不用怕，检察官不会动也不会查。所以你跟我讲，然后最后一个这更重点嘛，疫苗解密，你现在就是副总统，是你讲那么多，你直接公开，大家没话讲。你拖到现在选战只剩2个礼拜，你还是没公开所以我跟你讲，他就赖皮赖到底就这么简单。好，那请教汉庭了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在广告间的时候就说，其实私底下有蛮多人有听过类似的音档，那到底实情是什么？那另一个内容就是他现在一直讲说，公开我可以公开但我们就要问在这个时候，当时立法院多少人在问，多少人希望公开的时候，拿到的是什么？拿到的是有涂黑的东西拿到的是不是真正真切的内容然后你说封存30年不然会有问题那我们就想问了，人民想知道一个知的权利，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得到回应吗？赖清德要柯文哲如果有违法的证据，马上结束辩论会就可以去提告。那么赖清德身为副总统，也可以在结束辩论会之后，马上就公开高端的所有合约、所有的文件。尤其我认为检方应该要查的是什么？就是检方到现在他根本就不会去动，因为呢，他只要在研究中，或者他最后他自己觉得犯案的证据不足，他不起诉就没事了。他不去主动的约谈，他不去主动的调查，就算有人按铃申告了，也一样通通
通都不办。像目前为止赖清德所说的，哎呀，很多案件都办，最后办到什么呢？就是啊，有高端的员工，然后炒作一下股票，就这个样子而已。但是就抓了2-3个人，难道今天借由高端在炒股票的只会是这2-3个人吗？获利好像还不超过新台币20万元，这根本是抓小放大嘛。大的是什么？就是当2期实验都还没通过的时候，蔡英文、苏贞昌跟陈时中就召开记者会，直接拍板要买高端，要买国产疫苗，然后呢，就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股价一路往上飙到2021年的年中疫情3级警戒的时候，最高飙到了418块。而这个过程当中，2期实验都还没通过，然后呢，就不断的告诉大家，我们就会买国产疫苗，国产疫苗至少要买500，至少要买1000。那傻子都知道应该要去买股票啦。而且呢，讲到高端股票的时候，我跟燕莹最熟悉，因为就在2021年的上半年，我们每周的一个直播节目，我就说，当时很多绿营的人都讲，哎，要买这支股票，结果隔周的直播果然发现它就上涨了。好，那么呢，因此炒作高端股票怎么样去查？那就是去彻查过去以来的这段时间，到底谁持有高端的股票，并且从中获利的人嘛。然后再看这些人是不是民进党的这些党公职的，包含3等亲。林秉樞亲口跟馆长说，他靠着高端股票就赚6000万。他说他认识的民进党立委都获利上亿。那请问一下，依照这个说法，检调马上可以去约谈林秉樞啊，检调要约谈所有民进党的立委，到底你是不是林秉樞口中的这个获利上亿的人呢？而且当时林秉樞说话的对象是馆长，他们当时关系还不错，也都是私下的会谈。林秉樞理论上没必要说谎啊。当时林秉樞跟他关系要好的民进党立委有谁呢？有后来不幸家暴的高嘉瑜，有呢范云，有呢郭国文，也有吴思瑶。就这些人，理论上你要主动自清，你的3等亲内有没有人利用高端炒作股票发大财？好，那么最后回到这段录音啊，因为这段录音其实前2段我先前有听过，还是要就事论事的讲。就当时我没有选择拿出来打，因为觉得可能攻击性不足。第一段就是他只不过是在内部会议当中，就是高端的公司认为应该可以卖政府卖的贵一点，这是一个企业内正常的商业的意愿，对吧？但关键就是为什么卫福部要花更贵来买，这是可以攻击的。可是呢，其实价格都已经公告出来了。而第二个就是这个所谓，哎呀，这个温轨啊一路绿灯，就据我所知，它其实是在一个很多人的这种董事会、很多人的场合，东一句西一句当中，它有人类似的一种信心喊话。好，我这不是要帮他们护航，我是说就事论事，因为我听到当时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种很私下的跟，哎呀，我偷偷告诉你，哎呀，这个政府一定过，不太像是这种，它是一种大家这个人多嘴杂，东一句西一句。但第3句我没听过。所以第3句的这一段话，我认为呢，才会是对高端来讲的致命伤，就是都不敢保证效果，那么都不敢保证效果，结果呢，政府就愿意去购买，这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所先批评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干嘛？就是为了要炒作股。好，在今天呢，第1场，应该也是唯一的1场总统辩论会呢，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看完之后，心里头帮大家3位候选人打分数是怎么样来评分？在今天呢，其实一样有媒体提问的环节。好的，在媒体提问环节呢，大家就开始在讲到底会问些什么问题。很多人都讲啊，国家大事，重点一定就是国家方针、两岸立场。但是有很多网友其实想知道的是，到底我们关心的内政民生问题，媒体是不是都不在乎啊？因为5家媒体提问，3家媒体在谈两岸，但是很多年轻人关心的内政民生经济问题，真的有人在意吗？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提问的部分哈。第一个呢是这个台视，好，台视呢他就问到的是台美关系跟小英路线，还有美中台3边关系。第2位呢在中央社的部分，他们所提问的是统战的问题，说介选的问题，还有反渗透法，以及呢最近是不是有很多叛国行为的刑责等等问题。然后3立的提问更直接了，他直接是请教侯友宜9·2共识是不是两岸
岸统一，请教柯文哲两岸一家亲，护长是谁？然后呢，再问赖清德如何避免台湾变成火药库。好，这3位提问下来之后，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是，好像听得出立场哈。我们不是说媒体都要新闻媒体自由中立吗？可是呢，很多人是觉得好像完全不演了。而在最后呢，也看到了《中国时报》的提问，同样是所在两岸。好，可是呢，他就直接问你认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而且他是说了这么一句，请你就直接回答认同或不认同。好，这一点呢，大家就要问了，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认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赖清德回应就讲啦，这个就是人民的保障书啊，谈宪法要优先谈人权啊，要有人权保障，一定要尊重民主自由啊，甚至还会直接讲啊，说这个当年啊，李登辉推动6次修宪等等等，但是你到底是认同还是不认同？好像还是没有讲嘛。所以交叉诘问的时候呢，他第一次提问，他又开始在讲啦，是不是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啊，还是共和党啊，还是说呢？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隶不隶属，或者是服贸的问题，现在呢，大家就在问了。这一次从媒体提问到赖清德提问，是不是一样？重点还是在抗中保台呢？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现在会说这次辩论会极其重要，立场重要之外，当然刚刚也有嘉宾直接讲了。赖清德路线就是固守他既有的那一些票源，因为来看到的是国民党今天他们最新所公布的一个市话民调，他们说呢，在光市话的部分，侯康是有险胜赖萧1% 的，政党支持度同样是领先。但是如果市话加手机的话，很明显的你就看得出来，赖萧配确实他就占有优势。好，台湾民意基金会的部分呢，则说赖侯之间差距大概是5% 左右，所以他认为弃保会是最后一个主要关键。至于美丽岛的民调，好像已经接近封关前了，数字持续在变化，因为呢，从昨天到今天，现在看到的是侯康配，现在呢跟赖萧配差距已经到了2位数，11.1个百分点，跟蓝白之间越来越近，差不到10个百分点。所以大家就在讲了，最近民调的变化还蛮大的。那就吴子嘉来说，他们有另一个变化预估，叫做就是得票数的变化。得票数的变化呢，它里面就会计算了历年来啊，包括了投票啊，然后包括了说他们的投票率、催票率等等的问题。他说啦，如果是用那个来看的话，他们认为现在选情紧绷，输赢就在30万到50万票之间，所以一件事就有机会翻盘。到底今天的辩论会对于选情主要所造成的影响会是什么？请教亮哥，因为呢，我们发现大家好像还是把它锁在两岸这件事情上，即便很多人在意的其实是内政，是经济民生。那个美丽岛，我稍微跟你说一下，是它表面上拉开11%，可是它有做推估最后的得票数，那得票数大概是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一些这个历史投票值啦，比如说国民党有一些人就变得不表态了啊，那有一些是比如说防护新，他的投票密度比较高嘛啊，所以美丽岛的推估是目前差距是4%，是，那4%当然就是吴子嘉那个推论才说得通嘛，说朱有一个变数造成30-50万票在翻动，那侯友宜还是有机会翻盘就是了哈。我是觉得这样啦，这个周慧茹就是我们中时的直副总编啊，是，他就是比较客气啦。事实上他应该问，事实上是要问说，赖清德你愿不愿意说你是中华民国总统，你是不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他实际上是要问这个意思。那结果他问你认不认同中华民国宪法，你是认同或不认同？那这个当然，那么贼的赖清德就把他闪过去了嘛，他如果逼问说，请你说你是不是中华民国总统？请你说你要不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在场另外2位也没像我那么过分啊，就是要问到这个程度了。因为赖清德到现在从来没有说过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都说他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萧美琴有讲哦，萧美琴有讲过说，我现在就是代表中华民国，我是中华民国副总统这样。赖清德从来没有，赖清德也从来没有讲说，他如果当选，
他会遵守中华民国宪法，是从来没有讲过啊。所以周慧茹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对。啊，可是就是他也觉得他锁得很死，就是认同不认同，但是就被他闪过去了。对，不，他锁得很死，可是不够直接，不够把它直接这样用那个强力钥匙把它锁住这样啊。哦，这个就是他的问题了，因为他今天讲到一段说什么继续你要什么中华民国宪法是护国神山呐，这个是灾难呐。对，我跟你讲，这一题我现在在这个很多群组里面大爆炸了，已经有非常多的即时出来了。对，已经有很多即时出来，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是回答的非常的糟糕。你如果认为那个坚持中华民国宪法会为台湾带来灾难，那你不要选嘛。你就主张说你要修宪嘛，那你又不敢，那你还要给人家霸占中华民国总统的位置，你不可笑吗？对不对？那至于那个两岸啊，两岸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这里，就是你可不可能没有大陆经济这一块嘛？然后那个赖清德最后的结论说，我们已经走出新的道路，我们已经开始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我听了我都快笑出来了。蔡英文这7年多，平均每年依赖中国大陆的经济大概都超过40%啊。最低的一次跌到38点多，是啊，那今年稍微降了啊。你还好意思这样讲？你至少到现在还是有35左右哎。你有摆脱依赖吗？你告诉我们怎么摆脱啊？这个没有人去追击他啦，他讲话都是空的啦。然后人家再问他说，他就跟人家讲说，你要回到艾克法的老路啊，你为什么不废啊？侯友宜不是有问吗？然后他又扯到说，我们没有要改变现状，所以现有的两岸的协议我们都不会改变。那你是在就搅来搅去嘛？你在外面跟人家讲，你在外面对群众讲的时候，就说艾克法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大束缚啊，会带来灾难啊，所以服贸不能再谈啊。然后你回来在这里又说你不会推翻艾克法，哦，那你对群众演讲干嘛讲这个？那你在群众演讲，你就会讲那个中华民国宪法是个灾难，然后你在这边又要说你要一切都要维持现状，根本都说不通啊！所以我认为今天表现最差的就是赖清德了，因为他事实上并没有对他的困境有所挣脱，他没有跳出来了。那侯友宜是因为我们本来预期他比较木讷嘛，那他今天讲的蛮溜的，那因为他用了很多台语啦，是他的台语程度真的超过我了啊，这个我必须承认，他台语讲的很溜，尤其是结论啊。那柯文哲我认为他的诘问问的比较尖锐啊，对，他的诘问真的是问的比较到位，让你闪不掉了啊。那这个可是就是今天总体这样讲，这个还是集中在两岸跟宪法这样子。好，来我们来补一下哈。刚刚呢说在媒体社群已经大爆炸是什么？是在今天赖清德有说，若再把中华民国当成两岸的护国神山，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给台湾带来灾难？好，这么一段话呢，现在柯文哲当时在辩论会上就直接反击了，说你这个是失言呐，今天晚上名嘴恐怕要帮你消毒了。啊，你如果觉得中华民国给台湾带来灾难，那你是要选台湾国总统吗？其实回过头来，彬哥，大家想问的就是，包括啦中时他们所问的这一题，就是想问中华民国宪法，你到底有没有要遵守嘛？因为前面这么多人提出来的，包括了介选啊，包括了统战啊，包括了两岸啊、小英路线啊等等等，但是我们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你愿不愿意说出来？你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还是说，基本上就是按照你原本的抗中保台路调来走，你怎么看？中华民国宪法不但不是两岸之间的灾难，两岸之间要是没有中华民国宪法，现在灾难就已经出现。那中华民国宪法是谁的灾难？是赖清德的灾难。对啊，这一次对他自己造成一个大灾难。我跟你讲，这个灾难还不是台湾人的内部的问题哦。你今天赖清德这样回答，你看美国爸爸对你会怎么想？因为赖清德很明显就是在走台独路线，超级明显。他之前装了个半天，讲说我要保持现状，我不会的。结果你现在连中华民国宪法都不承认，
你觉得美国人会怎么看？美国人之前葛莱伊他们3个学者为什么要你冻结台独党纲？为什么连西方的很多媒体都在质疑你赖清德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今天的这个辩论会把赖清德的底线全部都使出来，他根本完全不要中华民国，他根本不接受这一点。亏的3立帮你做球做成这样，我讲实在话，你今天这个回答，我照理来说，你这个回答你应该会料到人家会问你这个问题啊，你怎么会回答这么差？我觉得昨天蔡英文帮他猜题，其实有猜到这一题，一定会猜到。必须说，这一题是必问题，对啊你知道吧？这是必问题，所以你再来，我以为他会想到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结果完全没有。他就是硬碰硬的，硬上就直接告诉大家不演了，我就是台独，我就喜欢弄，那也很好。我喜欢这种回答方式，我希望赖清德在接下来剩下来这10几天头，每一次都用这种方式。他觉得他票够了啦。对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他现在在我看起来，他就是只要独派的票，其他都不要了。对，就是这么简单了。那我觉得也 OK， 这是他的策略，我们都予以尊重。只是我觉得3立问那个问题实在是太好笑，两岸一家亲，谁是护长？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们民进党不是最喜欢讲你什么平权啊，什么东西的？你还要去分谁大谁小，谁是护长，谁是什么？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我知道你们是故意要去陷害柯文哲，可是也不要这样好不好？问这么 low 的一个问题，实在太好笑。那我必须说，今天这样问了，我个人是觉得侯友宜表现真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特别是他在结辩的时候，他那一段是很明显是预先 say 的，他台语溜到我一度以为他已经超过谢龙介的水准。因为全部都是押韵的，大家仔细听。他有一些那种戏故人之类的那种东西，对，那个都押韵的，而且讲得非常顺溜。所以我觉得那一段为他加分不少。特别是国民党现在一直想要积极攻取中南部的票，这一段是很占有优势。这段要切出来。对，那我是觉得柯文哲有一点可惜，就是他在结辩的时候，他好像很赶时间，不知道是下一个行程已经耽误了还是怎么样，就给人感觉他好像只要赶快把它结束掉的那种感觉，所以讲得有点急。那还是因为他准备了太多东西，所以来不及讲，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其实感觉上是有点可惜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侯友宜这次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他根本不管柯文哲，他就是全力锁定在赖清德身上。那柯文哲差不多也是走这个走向，所以这一次当然也可以预料，因为赖清德毕竟代表现任的执政党，所以给赖清德相对压力也比较多。那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让赖清德不小心说溜嘴，说了大实话？说出来，他根本其实就是不 care 中华民国，不 care 中华民国宪法，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以现在的民调来判断的话，我必须说，当然每一家的民调都有不同的取向。国民党公布的民调，我之前就说过，任何政党的内参民调我全部都不相信，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把美丽岛啊、ETtoday 啊，然后台湾民意基金会啊这些全部，包括民众党的内参民调什么这些全部拿出来看的话，你会发觉一件事，就是至少。就是目前各个民调都显示1、2名其实差距并不是太大。对，那1、2名差距并不是太大的时候，就看最后阶段谁失分的多，谁失分的少，就是这么简单而已。那我个人认为侯友宜的凯旋院跟土地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伤害大概就到这边就停住了。那可是赖清德接下来恐怕是你这个宪法问题，我觉得美国那边大概要问你了，所以你好好仔细想想看，你会怎么回答？蔡英文也气得说不出话。我们必须要讲，因为为什么我说蔡英文昨天晚上帮他猜题？因为他们昨天帮他办一个社群之夜嘛，所以呢赖清德在里面有讲话，那蔡英文接着最后压轴帮他讲说，我先来。蔡老师帮你猜题，明天国民党会怎么问，民众党会怎么问，真的就有讲到这一题。来，我们回到上一章哈，因为呢那个时候赖清德是怎么样来发问的？赖清德呢，他直接在问的就是说，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还是共和党、共产党？好，但问题来了，这个呢就是柯文哲直接讲，你这样的讲法，你的幕僚有没有告诉你刚刚的失言？所以呢，他才会认为说，你到底有没有把中华民国当成护国神山啊？还是说呢，你会觉得这个带来灾难？好，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大家就开始在问你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既然交相诘问的时候，人家直接问你认不认同啊，你也闪过去了，那再回过来，其实他还是没有答，强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答。我觉得他答得很好啊，对不对？他说中华民国到底是促进和平还是带来灾难？正常的人侯汉廷，你会问这句话吗？对不对？你如果正常一点，你会问这句话吗？不是废话吗？
他就是觉得中华民国是灾难嘛，那是潜台词。只有认为中华民国是灾难的人才会问这句话。中华民国当然是带来和平，中华民国是才我们护国神山，不然你选什么中华民国总统？台湾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而且我跟大家讲，真的，中华民国跟台湾结为一体，中华民国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就这么简单。如果没有中华民国，我跟大家就讲一件很简单嘛，我也赞成没有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留着干什么？赖清德宣布台独就没有中华民国啦。你为什么不宣布台独？你为什么不宣布台独？我再问一次，你为什么不宣布台独？你就是想把中华民国当靠山嘛，把中华民国当护国神山嘛。你把中华民国丢掉之后，你剩下台独证明制宪之后，那我就直接问各位啦，很简单，两岸之间不会打仗吗？两岸之间不会打仗吗？美国会同意吗？美国会同意你把中华民国拿掉吗？就算你今天跟美国，我们今天有一个同盟关系，美国也不会同意你把中华民国拿掉嘛。可是为什么今天赖清德在这个地方讲大实话？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已经从当初否认是台独金孙，然后到美国还要特别表忠说台湾独立没有路径。好，这个版本赖清德结束了。现在版本赖清德就是要吃4成的抗中保台的票，他今天就是要团结所有独派的这个所谓的意识，然后呢跟大家讲说，我跟你抗中保台打到底，因为抗中保台的票，它能够保证开的就是4成，好，但是它的缺点它只能到4成，但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就是拥有无限的防疫力，好，无限防疫力是吧？黑金打不痛，赖皮寮打不痛，对不对？无能打不痛，治安打不痛，废死打不痛，什么都打不痛。我只要今天抗中保台出来，那最好的抗中保台就是去中华民国啊。那去中华民国才是赖清德真心的想法嘛？各位，请问他当初否定他是台独金孙，他都不讲他拿的是台独万岁的牌。我每次都说台独金孙是羞辱他，他是台独万岁爷，怎么可以叫他孙呢？对不对？你讲台独万岁爷，他总不能说是人家跟他扣他的帽子吧？他自己举的牌。两岸之间最极端，所谓两岸之间要汉贼不两立的时代要重返的主张者，就是赖清德。赖清德都把直航讲成木马屠城了。各位，如果直航是木马屠城，两岸之间基本上不要任何交流。你也可以去看民进党整个脉络，从反渗透法，这一次真的是爪牙网整个打开来，里长全部查，用反渗透法一个一个开始去查、去抓、去清算的时候，我直接跟你讲，木马屠城时代快来了啦！赖清德的所谓的台独的主张将成为主流了。好，其实呢，在今天这个赖清德他还直接讲什么？他还直接讲说，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是有史以来对岸介选最严重的一次。其实讲的呼应的不就是刚刚这个刚刚强哥特别提到了嘛？最近有多少的案子正在办？那确实呢，在媒体提问的时候，也都锁在这个两岸的议题上。但是请教汉庭，大家想知道的还是你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但是呢，讲出这样的话是否得体？首先呢，这个大概猜测绿营会怎么辩护。然后他说：“哎呀，我们问中华民国是和平还是灾难，只不过是一个提问，对吧？一个思考，好让大家来思考。他的确有说值得思考，对吧？他原话有说值得思考，所以绿营就是告诉大家，他没说是灾难，好吧？同样的逻辑，我也来提问，请大家思考，到底赖清德是人还是猪呢？那到底赖清德是人身攻击还是禽兽呢？不是，我提个问，让大家思考对，思考啊，让大家来思考一下。那其实我们最讨厌在这种辩论会或政见发表会当中就是逃避问题，人家问 A， 那你答 B， 然后或者避而不答。其实《中国时报》提问的很好，问说你有没有认同中华民国宪法，而且他还补问，他说大陆地区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当中领土，你有没有认同？柯文哲都直接说认同、尊重。然后赖清德呢就完全避而不答，而且呢，就是他就算不谈大陆的这个问题，他对中华民国宪法这本身他自己都不敢勇于承担，所以整个辩论会当中看到了赖清德已经是自相矛盾、陷入神经错乱的地步。第一，他说选中华民国总统，结果却说中华民国给台湾带来的是灾难。第二个，那他说 ECFA 不好，但是呢自己又没有要废除。第三，他终于解释什么叫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了，就叫做维持现状啊，拼经济。这算啥台独工作者？
这依照他这样的定义的话，马英九都叫做台独工作者，对吧？那每一个人都嘛是台独工作者，那维持现状啊，对吧？然后呢，就继续拼经济啊，照顾国家。所以，如果他这就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应该成为这个工作者啊。因为依照他的定义，对吧？那两岸早就是已经很自然而然的状况，根本也不需要他的存在，所以他自己否定了他自己的存在。那么当他要说中华民国给台湾带来灾难的话，第一个，那你为什么要选总统？第二个，如果否定中华民国的宪法，如何避免两岸的危机？再第三个，当你否定中华民国的宪法，请问如果你当选了，你是不是就要想尽办法消灭这个灾难，要消灭中华民国呢？那实际上带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灾难。在这一场辩论会当中，我认为还是有几个交锋值得要叙述一下，觉得比较精彩的，包含了像是柯文哲的各种的提问都非常的尖锐，提问呢都非常的有力。那也包含像是柯文哲主动先抓到赖清德灾难的这一句话。那么再来呢，一个有交锋的，我认为特别值得一谈的，就是包含了讲到新竹的土地。那么柯文哲呢，他可能是哽咽，或者他可能是刚好就讲到比较累，就他咳嗽的这段期间。好，那到底什么情绪不知道。但下一轮的赖清德马上抓到这个机会反打回去，说你看你哭啊，你也是伤心，所以不要攻击我啊，这我们都是为老家难过啊等等。我认为这个反杀非常的不好，是一个非常好，是一个极致的表现。柯文哲很可惜，后续其实没有回应，但是呢，反而是侯友宜在结论的开头抓到这个重点。我认为侯友宜的极致很好。他说柯文哲的哽咽可能什么？那可能就是因为民进党的抹黑，所以把整个重点再度打回到民进党身上。在辩论会当中看到一些候选人的极致，我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好，那其实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结束之后，当然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议题持续的在发酵。那你现在看到网络上呢，也有讨论最多的包括什么？包括最近我们知道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个社会事件，所以呢 ，Face 的议题现在呢基本上也是持续的在讨论当中。好，不过呢，我们来给您插播一个最新的这个是呢在刚刚的会后记者会，有关于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题，赖清德他到底有没有口误失言这么一件事情？好，他说呢，据说是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面，他承认有口误，但是呢，他也认为柯文哲知道自己口误却攻击这个点是非常不应该的，然后呢，也再一次的批评侯友宜接受9·2共识，要如何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守护中华民国。好，这个是呢我们现在所收到的一个在刚刚他所最新的一个回应，就是说的确是口误啦，他把中华民国宪法讲成中华民国，那完全就是口误。但是呢，柯文哲就抓他小辫子。这是他最新的一个回应，我们提供给大家，那您能够来思考一下。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有哪些话题。